苗栗苑里这座以蔺草与米业闻名的小镇，蔺草编织技艺更是享誉国际，曾是台湾3大外销特产之一。建于1926年的蔡全胜号古厝为苗栗限定古迹，见证了当年苑里商业贸易的兴盛与起落。开门的是古厝后人蔡大哥，他独自维护和管理这座历史建筑。你要看，这是盖在昭和元年，民国15年。中间我们维修维护，只有到921的时候才整个像整个就翻过，现在加入现在的工法。在民国50几年，我家开始做草席、草帽，做格啊啦、帕油的啦。那时候来买油的时候，样品放在这里啊，客人都在这里谈啊。以前盖三合院，盖到这里。以前马路在这里，后来海线开通了，上面那个纵贯线，纵贯路1号，那时候铁路从那边过去啊，他要把土垫高，这个桥让海路铁路从底下过去啊，就把房里的城墙撤掉，把那些土去垫高后面那个纵贯线，后来路就改到外面去，所以我叫做昭和4年变成四合院。大量使用的红砖是古厝的特色，其中的砖柱更采用少见的中空设计，展现早期匠师的巧思。厅堂的地面设计也别具巧思，四周向内倾斜。蔡大哥说，这是依据风水理念，用来聚风、聚水，也聚财。墙土上可见砖雕蝙蝠，象征福气临门。蔺草采收和曝晒后，还有一道工序。晒好啊，然后往水免落清去啊，滚的放在内底，爱硫磺焊模去，点火，把那个烟让熏熟，那个就会蔺草会防止发霉，过来它的颜色会比较黄暗。因为韩战嘛，韩战以后台湾的女工都院里的女工都失业了。因为量少了，韩战以前是烧上海、韩国、日本，韩战以后就是上海跟韩国就不能去了，量就少了。为了振兴这个，要让这妇女有工作嘛，所以就办一个4乡镇的那个蔺草编织比赛，结果把最好的一点编织出来一点好的帽子送给蒋夫人。可是国民党他们派系斗争不懂，就说我们漏税啊。搞得我们都不做，我们那时候我替爸爸去关了1个礼拜。1950到1953年，韩战爆发。韩战是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事件，当时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还有介入，并牵动整个东亚地区的政治、经济还有军事格局。1950 6月25日，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对南韩提供军事援助。1950 10月25日，中国解放军介入战争支援北韩，联合国部队撤退至韩国半岛南部。1951 5月30日，大批战俘开始被移往聚集岛战俘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1400人被俘。1954 1月23日，14000名韩战反共义士投奔自由抵达台湾，让全世界所有人知道及见证自由民主的得来不易和可贵。我名叫李洪范，叶世华，92岁，93岁，名字叫李淑琴。我们没有和在台湾似的那入伍那个要去训练什么，没有这个样。
我们就是集中起来，一个睡觉还没起来，就身上就摔了一套军服，早上起来穿上，就上火车了。过鸭绿江啊，跑步啊，那个炮弹不是前后就是左右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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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这一边打过去了，我们这个炮弹碉堡呢戳出去了，咚咚咚也是一样。弹药什么时候只一个人一支步枪，90发子弹，好像北道取的那个子弹，再带口粮，就是我们新兵就带着这个样。到了战场了，那个还真是可怕。那个上面是飞机丢炸弹，丢了炸弹以后又拿机枪烧了以后又那个汽油桶啊，就滚下来了，过来就呼就扫射，很惊险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得赶快爬出来。一间房子什么还好的，我都睡到里面了，睡到里面这个飞机来了，我一侧身子，那个机枪那个弹呢，都打到我胸脯下面了。离着我这放那个毒气，白天看得到，那共产党就是晚上打，晚上眼睛就看不着了，就是这样被俘的很多。待了3年以后就是交换战俘就说你们今天就自由了，你们要是到那个台湾的就走右边那个门，到其他国家里头就到左边那个门。多少鲜花花烟过。从苗栗苑里前往台中大甲。这趟旅程中，大甲镇澜宫一直是我口袋名单里重要的一站。它不只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信仰中心之一，更是一座凝聚顶尖工匠心血的艺术殿堂。欣赏镇澜宫的建筑，就像亲临一场活生生的传统工艺课。走进庙前，屋顶就是欣赏工艺的第一站。在屋脊与燕尾处，可以看到各种忠孝节义人物、龙凤神兽。仔细一看，这些作品与一般庙宇的风格不太一样，他们出自近代国宝级大师陈山火之手。陈大师最具特色的是他自创的敲击随缘技法，他以敲带剪，将花瓶敲碎，任由自然裂出的碎片形状引导创作，再一片片拼贴出人物还有神兽。这种不预设、不强求的创作方式，让作品多了一份灵气与生命力。他曾说：“随缘不随我，随我就成了匠气，随缘才是艺术。”因此，你会发现他作品的边缘不那么规整，层次分明，线条充满了张力还有动感，搭配屋顶两侧向上扬起的燕尾还有歇山式屋脊，整体气势显得更加磅礴壮丽。再来看木雕工艺，尤其是正殿的神龛，这里几乎代表了木雕艺术的最高成就。据传由鹿港国宝级大师施坤玉所雕，无论人物还是花鸟都层层堆叠，却清晰可辨，展现出极致的透雕美学。还有庙内的彩绘、石雕、交趾陶等，也多出自各领域的大师之手。如果有机会亲临这里，一定要靠近欣赏这些细节，每一笔、每一道纹理都值得细细品味。
可惜屋顶的部分只能远观。